大家好，这里是才实说。今天我们不聊具体的投资机会，我们来聊一个更大的话题。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的一次风险，以及可能最大的一次机遇。我想先问问大家，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特别长，而且热得特别离谱？不只是今年，过去几年重庆的朋友们可能亲眼目睹了嘉陵江水位的急剧下降，四川的朋友们可能经历了罕见的工业限电，而北方的朋友们则不得不习惯过去只在南方梅雨季才有的桑拿天。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觉，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体感。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证实，今年的全国平均高温日数是历史同期最多。其实每年一到夏天，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就会多起来。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在看一部离我们很远的灾难片，看完感叹一句真可怕，然后生活照旧。但今天我想换一个视角，一个可能让你感到脊背发凉的视角。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脚下的地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精密的锅炉大气层，就是那个透明的锅盖。在过去200年，自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我们找到了一个叫化石能源的超级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它们就像超级新材，火力极猛，驱动着我们人类文明这部跑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奔。从衣食住行到现代工业，我们的一切都构建在这廉价而强大的能源之上。但问题是，烧这些新材会产生一种叫二氧化碳的废气，这个废气和其他温室气体一起，会让我们的锅盖，也就是大气层，变得越来越厚。阳光可以穿透进来，加热地表，但地表向外辐射的热量却被这层厚厚的锅盖给拦住了，热量只进不出，于是锅炉里的水温就开始慢慢升高，这就是温室效应。这个道理很简单，可能中学课本上就学过，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地球这个锅炉系统有2个致命的特点：巨大的延迟性和可怕的惯性。什么叫延迟性？就像我们现在烧一锅开水，你把火拧到最大，水不会立刻沸腾，它需要一个加热的过程。地球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向大气中排放的巨量二氧化碳，它造成的升温效应不是立刻完全显现的，而是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持续的给这个锅炉加热。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破纪录的高温、干旱和洪水，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我们父辈那一代在几十年前加大炉火行为的结果。那什么又是惯性呢？还是那个烧水的比喻？当你看到水快开了，想关火，你会发现即使你立刻把火关掉，水也不会马上停止升温，它自身的温度还会继续攀升一会，甚至会因为惯性而沸腾。地球系统也是如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旦排放，可以在空中停留数百年之久。这就意味着，就算我们明天立刻实现全球零排放，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地球的温度依然会因为过去排放的惯性继续上升一段时间。我们正在亲手调节一个决定子孙后代命运的炉火，而它的反应却要等很久才能看到，并且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这才是全球变暖这个话题背后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我们不是在看灾难片，我们就在灾难片里，只是剧情的节奏比我们想象的要慢，但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无可挽回。光说比喻太空泛，我们来看证据。我们有2份体检报告，一份是联合国 IPCC 集结了全球数千位科学家心血的全球报告，另一份是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我们先看全球的 CT 报告， IPCC 明确指出，人类活动已经让地球这个锅炉的水温比工业革命前高出了大约1摄氏度。1摄氏度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这里隐藏着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陷阱，平均值的陷阱。这1摄氏度是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但地球不是一个均匀的球体，热量的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海洋和赤道地区由于水体巨大的热容量，升温相对缓慢，而真正的重灾区是中高纬度的陆地区域，尤其是2极，这个升温效应被科学家称为极地放大效应。IPCC 的报告明确指出，北极地区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到3倍以上，这意味着当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摄氏度时，北极可能已经上升了3摄氏度。这几年夏天，西伯利亚和加拿大北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寒带地区
频频出现超过30°C甚至35°C的极端高温，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高温直接导致了北极海冰的融化，结巴的冰盖就像地球的反光镜，能将绝大部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这叫反照率效应。但是当冰盖融化，露出深色的海水和陆地时，这面反光镜就变成了吸热板，会吸收更多的太阳热量，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升温和融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怕的正反馈循环。一旦这个循环被强力触发，北极的升温就可能进入一个自我加速的失控状态。这种极地和高纬度地区的剧烈升温会直接扰乱全球的大气环流。我们知道，地球大气环流的根本驱动力是赤道和两极的温差，现在两极快速升温，温差减小，这会导致原本稳定强劲的西风急流变得缓慢而弯曲，就像一根拉直的皮筋，松弛了之后就会变得弯弯曲曲。这条弯曲的急流就会导致极端天气的锁定，比如某个地方的阻塞高压可以持续更长时间，带来长时间的晴热干旱，而另一个地方则可能被低压系统锁定，带来持续的阴雨。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反常现象，比如为什么在长江流域被副热带高压烤得叫苦不迭的时候，华南沿海地区反而因为有台风和降雨相对凉爽，甚至成了很多上海朋友的避暑胜地。这不是因为华南变凉快了，而是因为整个大气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极端。而更可怕的预测来自于我给你们看的这篇知乎文章中提到的科学研究。文章指出，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单纯的气温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高温加上高湿，这个指标叫湿球温度。当湿球温度超过35°C时，人体的排汗系统就会失效，无法散热，即使在阴凉处静坐，也会在几小时内因过热而死亡。而模型预测，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不被遏制，最快到2030年到2040年，我们人口最密集的华北平原在夏季可能会频繁出现接近甚至超过人类生存极限的湿球温度。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个夏天，如果没有空调，户外活动将变得极其危险，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物理规律决定的冷酷未来。所以请大家记住，当我们后面讨论 1.5°C 和2°C 时，它绝不是一个均匀的温和的数字，它是一个被平均了的看似平淡的数据，但它背后是极地的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崩塌，是温带地区越来越频繁的致命热浪，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在滑向不适宜居住的深渊。好了，理解了平均值的陷阱和极地放大效应，我们再来审视那个关键的 0.5°C， 也就会有全新的更深刻的体会。IPCC 的科学家们用了几千页的报告，反复向全世界的决策者呼吁一件事，必须把锅炉的升温控制在 1.5°C 以内，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达到2°C。这 0.5°C 的平均气温差距，在脆弱的极地可能就意味着 1.5°C 到2°C 的真实升温差距，这足以决定一个生态系统的生死存亡，甚至触发整个地球系统的临界点。我们再来看那几个例子。一、海洋生态的崩溃。升温 1.5°C， 我们将失去 70% 到 90% 的珊瑚礁；升温 2°C， 99% 的珊瑚礁都会死亡。这 0.5°C 就是从大部分死亡到功能性灭绝的鸿沟。二、陆地生态的灾难。升温 2°C， 将有 18% 的昆虫、16% 的植物和 8% 的脊椎动物失去它们一半以上的栖息地，这个比例是 1.5°C 情景下的2到3倍。0.5°C 的平均升温对于某些特定的脆弱的物种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 失控的定时炸弹。最重要的还是极地。全球平均升温从 1.5°C 到 2°C， 这额外的 0.5°C 将极大的增加格陵兰冰盖和南极西部冰盖越过不可逆融化临界点的风险。一旦越过，未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里，海平面上升数米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北极永久冻土的大规模融化释放巨量甲烷的风险也将急剧升高。所以，朋友们现在明白了吗？这 0.5°C 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经过极地放大效应的杠杆，足以撬动整个地球气候系统的平衡。它是一道安全阀，是我们人类文明在悬崖边缘最后的安全距离。一旦越过，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充满敌意的地球。那怎么办？
既然问题的根源是烧了200年的化石燃料这个超级新材，那答案其实也很直接，换燃料，把驱动我们文明的能源从碳基的化石能源切换到非碳的清洁能源。这听起来简单，一句话的事，但执行起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系统性工程。我们需要在以时速120公里飞驰的文明跑车上，给它换一台全新的清洁的发动机，不能停车，因为文明不能倒退，不能减速太多，否则就会导致剧烈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我们必须在高速飞驰中完成这次换新手术。IPCC 报告就为这次换新手术规划出了详细的蓝图。2030年前碳排放减半，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能源、工业、城市交通和土地农业4个领域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这需要的投资是数以10万亿美元计的，这需要的技术创新是颠覆性的，这需要的全球协作是史无前例的。说到全球协作，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气候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经济问题，一场大国博弈的气候棋局。在这场棋局中，最主要的3个棋手就是欧洲、美国和中国，他们的立场和策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类的未来。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欧洲那么执着于减排。这背后有4重逻辑。第一，是历史责任和道德高地。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过去200年里向大气中排放的最多累积二氧化碳的地区，所以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角度，他们都必须做出高姿态。第二，是真实的脆弱性。欧洲，特别是西欧，其温和的气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墨西哥湾暖流。而全球变暖，特别是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正在削弱这个环流。一旦这个环流越过临界点而崩溃，欧洲的气候将可能急剧变冷，陷入灾难。同时，地中海沿岸面临着严重的干旱和荒漠化风险，而像荷兰这样的低地国家，则直面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他们是真的怕。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是经济和产业的阳谋。欧洲在传统的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他们敏锐地发现，绿色转型是下一个，也是他们有可能引领的产业革命。通过设立全球最高的碳排放标准，推广碳边境调节机制，也就是碳关税，他们试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把自身的绿色标准变成全球的市场准入标准，从而为自己的技术和产业创造巨大的市场优势。这是一场以环保为名的高维度的产业竞争。第四是政治和民意的基础。欧洲的绿党等环保政治力量非常强大，民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接受度也普遍较高，这为激进的气候政策提供了土壤。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会反其道而行之？这同样不是因为傻，而是基于一套完全不同的利益逻辑。第一，是成本与收益的短期计算。特朗普政府的核心逻辑是美国优先，认为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让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减排义务和经济成本，却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获得了不公平的发展空间。这种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法规会削弱美国传统工业的竞争力，导致工作岗位流失。第二，是国内能源结构的现实。在过去10几年，由于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一跃成为了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其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繁荣之上的，因此任何快速的减排政策都会直接冲击其核心的经济利益集团。第三，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气候变化议题高度政治化，一部分保守派选民倾向于不信任主流科学界和国际组织，将气候变化议题视为全球主义者削弱美国主权的阴谋。特朗普这是利用并放大了这种社会情绪。当然，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又重返巴黎协定，并推出了大规模的绿色产业补贴法案，但这背后同样是希望通过绿色新政来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与欧洲和中国争夺未来产业主导权的考量，其核心依然是国家利益。最后我们来看棋局中最复杂的一方，中国。中国的角色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同时叠加了多重甚至看似矛盾的身份。第一重身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是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核心定位。它强调一个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什么意思？就是说承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共同责任，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排放了超过1个世纪，早已完成了原始积累，过上了富裕生活。而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还有巨大的发展需求，还有数亿人需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要求中国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义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这个立场既是为自身争取发展空间的必要策略，也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第二重身份是世界工厂和最大排放国。从年度排放总量来看，中国的确是世界第一，但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转移排放或隐含态，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大量的商品，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供他们消费。这部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虽然统计在了中国头上，但其背后的消费需求却来自海外，所以这个排放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这是一个至今仍在激烈争论的议题。第三重身份是气候危机的受害者。正如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中国正经历着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剧烈的升温，面临着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频发等严峻挑战。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答题。第四重身份也是最关键的，是主动的战略转型者。面对这三重复杂的约束，中国并没有选择被动应对，而是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柳，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绝不仅仅是迫于国际压力的表态，更是一场深刻的、主动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转型，其背后的逻辑和我们后面要讲的机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大家看，欧洲希望通过规则来主导未来，美国在短期利益和长期战略之间摇摆，而中国只是在发展权力、大国责任和转型机遇这三者之间试图走一条极其艰难的钢丝。这就是气候棋局的真相，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复杂的利益和艰难的抉择。尽管博弈如此激烈，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是，这场由气候危机倒逼的能源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而它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次调整自身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位置的机会。我们以中国为例，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在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中，其能源结构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这导致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存在着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这种依赖性在全球能源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会给经济带来输入性的成本压力和不确定性。但是正在到来的新能源革命本质上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赛道，在这个新赛道上，竞争的核心要素发生了改变，它不再仅仅是地下的资源禀赋，而更多的变成了科技研发、高端制造、产业链整合和规模化应用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过去10几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确实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规模优势，比如在光伏产业，从硅料、硅片到电池、组件，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在风电领域，其装机容量位居世界前列。在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产业基础就构成了参与这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期，将这些产业优势转化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那将带来几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改变。第一，从经济结构上看，它有助于提升能源的自主性，优化能源结构，对冲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第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它能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巨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第三，从全球竞争的角度，这是一个重塑产业分工的机会。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能在这次能源转型中率先建立起稳定、高效、低成本的清洁能源体系，并形成技术和标准的优势，那么它将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得显著的长期竞争力。所以推动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环保范畴，它是一个深刻的经济议题，是一个与长期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底层逻辑。好了，
讲完了挑战，讲完了机遇，讲完了博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更深层次的，甚至带有一点宿命感的观察。就在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去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快变量的同时，人类社会内部另一个同样深刻但节奏更慢的慢变量也正在发生，那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大家看这张图，无论是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还是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趋势：年轻人比例减少，老年人比例增加，总人口即将或者已经见顶回落。这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严峻的经济挑战，劳动力减少，养老压力增大，消费市场萎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和气候变化的叙事放在一起，会看到什么？我们知道，碳排放的根源来自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来自于我们的生产和消费。一个高速增长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消费型社会，必然会带来巨大的能源需求和排放压力。反过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老人的消费需求通常会比年轻人更少，他们不需要买最新的电子产品，不需要频繁的长途旅行，对物质的需求趋于平淡。当整个社会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当消费的主力人群规模萎缩，整个社会对能源和物质的总需求会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平台期，甚至是一个下降通道？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甚至有点讽刺的巧合。一方面，我们因为过去200年不受节制的增长和排放，把自己推到了气候危机的悬崖边；另一方面，驱动这种增长的最根本动力人口，却似乎因为其自身的规律开始踩下刹车。我不说老龄化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案，这绝对不是，它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文明挑战，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两条宏大叙事曲线的并行。就好像宇宙在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进行着一种自我平衡。当人类的火焰燃烧得过于旺盛，威胁到整个系统时，驱动火焰的燃料，也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却开始出现计替乏力的迹象。这背后带有一种深刻的宿命感，它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人类文明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追求的永续增长是否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或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气候危机和人口危机，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是地球系统给我们过去200年指数级增长范式开出了一张总账单。好了，今天我们从一个烧开水的比喻开始，聊了全球变暖这个宏大的话题。它不是一个遥远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嵌入我们这个时代机理的最核心的经济问题、安全问题和文明发展问题。它就像一口我们所有人都在里面的温水锅，炉火的大小就掌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我们不能再假装看不见那越来越烫的水温，也不能再把关火的责任推给下一代人。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又给我们这个看似纯粹的科学和经济问题蒙上了一层哲学的色彩，它迫使我们去反思增长本身的意义。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加大炉火，沿着惯性滑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可能是失控的沸腾世界，还是下定决心凝聚共识，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开始行动，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更换一台更清洁、更强大、更可持续的文明发动机。如何选择，决定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好了，这期才实说就到这里。对这场文明发动机的替换工程以及气候与人口这两条曲线的交织，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进行这场事关未来的深度思考。我们下期再见。